嗨，朋友们，今天是长安的励志。这本书最近好像很火，我看到好几条私信推荐我看这个，确实是很好看的一本历史小说，讲的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故事嘛，就是老话说的上头一句话，下头跑死马，这种小人物的经历，还有他的蜕变的过程，还挺让人有共鸣的。而且我看到后记作者说这本书他用了和主人公运送荔枝一样的时间，11天写成的。我觉得11天能写成这么一本历史小说，真挺牛。他讲的是一个叫李善德的小吏被任命为荔枝使，然后需要从岭南向长安转运新鲜荔枝，距离就相当于现在的广州到西安。书里给的数据是5447里，在那个运输条件还有保鲜条件都不发达的古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以为它会走空运，就是驯鸟、熬鹰，或者就训练鸽子，让鸽子每只叼着一颗荔枝飞到长安，但是都没有，它没有走空运，它就是很踏实、很朴实、很励志的走普通的陆运和水运。疯狂地对人力物力用资源换时间，一路上损耗无数，就为了让贵妃吃到一口新鲜的荔枝。这一年是天宝14年，李善德42岁，42岁不惑之年嘛，我觉得这个年纪设定的也很好，就是在这个年纪，他基本上这个人的观念还有就很多方面的东西就已经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了，就是基本上不会再改了。而且42岁在那个人均平均寿命59岁的唐代也算是一个老骨头了。就我感觉看着这样的一个人经历这些考验，经历这些比较磨人的差事，我觉得会比年轻人更好看。他在长安城做了18年的小官，终于能够在长安城买下一个宅院，虽然是贷款买的，当时唐朝就有房贷，就是向寺庙贷款，称为乡基贷，哪怕是需要还房贷，哪怕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但是他身上就有那种中国人的传统的思想，就觉得有了房子就有根了，终于能在长安城落脚了。但是在他看房的这一天，上头下了一个命令，说要设一个荔枝使，为贵妃诞辰那天就是运送新鲜的荔枝。在当时规矩很多，即使是皇帝想要办什么事情，就是也需要通过就是层层的审批什么的，所以那些年皇帝非常喜欢跳过外朝衙署的限制，去设一些临时的职位。比如说他想要广大美人进宫，就设一个花鸟使他嫌冷了就设一个木炭使，想要吃荔枝就设一个荔枝使。虽然这些临时的职位不在官序之中，但是因为是直接给皇帝办事，所以其中的油水还是很多的。但是荔枝的特性，一日色变，2日香变，3日味变，虽然荔枝使其中的油水很多，但是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哪怕是能够赚的钱再多，也要留着有命才能赚。所以那一天他去看房，他的同僚们商量，就把这个不在的人公推出去了，让他去当这个荔枝使。他们给他备了好酒好菜，然后给他灌了一杯酒，把文牒上面的荔枝仙贴环改成了荔枝监。他就晕晕乎乎的，满脑子只想着还房贷，他就在这个文牒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时候又碰到了他的2个朋友，一个是韩回，历史上也不一定有这个韩回，还有一个是杜甫，就是历史上那个杜甫。韩回可以算是他的军师吧，韩回就教了他很多道理，就是说沉舟莫救，就是他已经确定了好友是注定要死的，那建议他死之前多给妻儿留点钱财，然后再跟妻子和离，这样还能给妻儿留下命和一些东西。杜甫则鼓励他说，既然事已至此，那还不如就是拼一把，
于是李善德就听从了他们2个人的建议，就是边拼边捞点儿。他先是卡了个 bug， 他得到了一笔钱，他用这笔钱买了一匹马，然后又给家人留了一部分。他想先前往岭南查看一下情况。等他到了岭南之后，发现虽然运送荔枝这个事情就是乍一听感觉很离谱，但是仔细谋算之后会发现越谋算越离谱。但是即使离谱，还是来都来了，还是要尽力一试。他想要用同样的方法去岭南五府经略使何礼光那里再混一笔钱过来，但是何礼光有一个手下赵新民非常的精明，他没有顺着李善德的意，但是为了不落人口实，他没给他钱，但给了他一张通关文牒。这张通关文牒被一个很有钱的老胡商苏亮看到了，苏亮就想用钱来换这张文牒。这个时候刚到岭南的李善德还是一个很老实的人，苏亮都把一个可以狮子大开口的机会放到他面前了，但是他还是可丁可卯的预算当决算说。然后苏亮就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很实在，虽然最开始是抱着就是商人的牟利的态度去和他交往，但是越来越真心，越来越诚恳的把他当朋友。李善德在苏亮这里解决了钱财的问题，解决了运输荔枝的船、人口还有器具双瓷瓮的问题，又在一个叫阿童的洞人那儿解决了荔枝的问题。把这些主要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他就开始着手做实验。第一次的时候，双瓷瓮能够为荔枝3天的保质期多争取1天的时间。第2次，他用半熟的荔枝加上双瓷瓮，能够争取到5天的时间。第3次的时候，他把荔枝连着枝干砍下来，然后在途中一旦枝干开始有枯黄的趋势，就把荔枝摘下来放到双瓷瓮里，用前2次试出来的最快路线，这样最长可以延伸到11天。基本上他的这一条荔枝运输的路线就成型了。如果能够得到朝廷的出面帮助，那这11天的时间还能更有把握一些。于是第3次他就跟着运送荔枝的车队一起启程回长安，他想要去长安疏通一下相关部门，配合他的荔枝运输的工作。但是在路上他被何礼光和赵新民派的人暗杀。因为如果他这样的一个小官做成了运送新鲜荔枝的事情，那在岭南这么多年的经略府却没有给长安运送新鲜荔枝，就怕皇帝认为他们不是不能送，而是不愿意送，所以枪打出头鸟，他们就要解决掉李善德这个过于能干的人。赵新民曾经派过一个林毅奴监视李善德，但是这个林毅奴被李善德的一碗荔枝酒打动了。这个一生都不曾被人看得起的林毅奴在李善德这里得到了尊重，李善德没有拿他当奴隶，而是拿他当朋友。所以在何礼光要暗杀他的时候，这个林毅奴豁出命来给他通风报信，甚至他死后还让李善德用他的尸体拖延时间。等到李善德回到长安，他想用自己荔枝使的身份让朝廷的相关的部门配合他，但是根本没人理他。他的手稿还被一个叫于朝恩的太监骗走了。这个时候韩回又教了他3句话，说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就是不要吃独食，要让所有人参与到这件有功劳的事情中来。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太监给他送来了一个神秘人的名次，他通过这个名次见到了右相杨国忠，他就记住了韩回的教他的话，他说愿意把所有的功劳献给右相。他得到了右相杨国忠的一个私人的银牌。按照当时的流程，右相应该再给他一份手书，但是他向右相要手书的时候，右相很诧异地说，流程是弱者才需要遵循的规矩。于是李善德就凭借着这个右相的银牌无往不胜，他非常轻松地解决了他需要疏通的关节，解决了他遇到的一些问题。甚至他之前觉得200贯像天文数字一样的香鸡带被寺院的住持拿来，只是随手给他做了一个人情。还有之前要杀他的何礼光和赵新民，他们甚至拿给林毅奴立碑这件事来向他卖好。但是他还是记得韩回的就是教过他的话，他写了一份谢状，意思是
他如果能做成这件事，经略府在其中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运输荔枝这件事情马上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和苏亮闹掰了，因为他不能违背右相的安排，就相当于失信于苏亮。苏亮带走了双刺瓮，他就只能以牛胃来替代双刺瓮。他又因为忘记带给阿童的长安酒失信于阿童，他的人几乎砍光了阿童父母留下来的荔枝树。原本只需要砍10棵树，但是上面的命令在下达的时候会层层加码。李善德了解兵政，比如说夏日的时候，上头的人要1块饼，负责的人可能为了安全就会准备10块饼，而再下一层负责的人为了更安全就会准备20块饼，这样层层加码，步步增量，其中造成的浪费没有人关心，这与贪腐无关，与地域也无关，这是大唐长久以来的规则。其实这个规则就是这本书里很多东西写的是唐代，写的是古代，但是同样写的也是现代。这个规则在现代生活里还是很常见的。就再举个小例子，就是学校通知3点开大会，学院通知2点半开始有序进场，辅导员通知2点在图书馆楼下集合，班长说1点50开始点名，点到不在的扣量化积分。就这种事情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但是由于这种体系太过常见，可能就是麻木或者是忽略了，就是很少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当这个体系被真实的刻画出来，描绘出来，画成阿童姑娘眼睁睁看着父母留下的荔枝树被全部摧毁的具象的痛苦，或许这个时候才能恍然悟到一些小人物的悲凉和无可奈何。他和2个好友反目成仇之后，就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那个感觉就来了，但是他又不能停下来，只能痛苦的让所有事情继续。其实磨难还是有点太多了。他在来到一个驿站的时候，发现这个驿站人去楼空了，因为驿站的负担很重，薪俸却很少，所以经常会发生逃逸的情况。但是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已经给负责人增加一笔相关的薪俸。但是他这时候不知道，右相为了在百姓身上搜刮运送荔枝的这些支出，增加了一项额外的徭役，而百姓可以通过缴纳所谓的荔枝钱来抵扣这项徭役。就苛政猛于虎。直到6月1日的当天，贵妃的诞辰，这个时候的李善德已经头发全白了，他在路上还断了一条腿。他在宫门外从马上摔下来，正好掉在杜甫曾经游荡过的上好坊，就是长安城的乱葬岗。他靠在这个上好坊破旧的石碑上，看着一人一骑带着2坛荔枝飞奔进城门。后面的大道空荡荡的，再没有其他骑手跟上来。从岭南到长安之间的漫长驿路中，9成9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毁损了。从石门山出发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的只有区区一骑2坛，坛内应该摆放着各种竹筒，筒内塞满了荔枝。至于荔枝到底是什么状态，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是如此不遗余力地去做一件小事，这种感觉既热血又荒唐。砍了那么多树，跑死那么多马，累损了那么多人，最后只是为了2坛荔枝。后来右相和李善德说，他尝了一口荔枝，其实味道也就那样，但是胜在心意，以后每年运送荔枝都由他来负责。李善德这个时候就义愤填膺，什么话都跟右相说了。他说皇帝才折腾，他说右相为官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然后这个时候曾经给他名次的那个神秘人，也就是高力士，随手又救了他一下，所以他最后只是被判打20大板，流放岭南。人人都说他作死。阿童也问李善德的妻子说，你们从长安城那么好的地方离开，你不会怨恨他吗？李善德的妻子说，当年他们一群人去爬华山的时候，他在山上把脚崴了，那些说是要为他粉身碎骨的男人这个时候都不吱声了，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背他下山，真的可能会粉身碎骨。
但是李善德一句话都没有说，把他背下了山。他妻子说：“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长安。”1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赵新民表情复杂的说：“李善德他还真是踩了狗屎运。”李善德听说了长安的那些事情之后，他吃了30多个荔枝，吃到吃不下，然后那天晚上他就病倒了。医生来检查说他心火过旺，他说他只是荔枝吃的太多了。故事就结束了。李善德这个人，他也算是人如其名吧，行善积德。虽然他这一路上突破了很多的底线，但是他到最后也知道什么是该坚守的。他很惨，一路的百姓却比他更惨。若多赋敛，食府库，则与民为仇。荔枝钱，还有运送新鲜荔枝，就这样简单的几个字，其实也能体现出王朝内部的腐败，还有盛唐陨落的必然。作者说20年5月31号，他看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发的微博，说如果杨贵妃当年没死在马嵬坡，逃到了日本，是不是以后就吃不到荔枝了？于是他灵感勃发，想要写一个有人知是荔枝来的故事。他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一世功成也是万头皆土。所以千古艰难为做事，一世功成万头土。没有人是随随便便成功的，但是史书在这个方面还是琢磨并不多。还有关于杨贵妃吃的荔枝的产地吧，历来不是有3种说法吗？岭南、福建还有四川福州。我记得之前看诗词大会，是诗词大会吧，就是看那些老师们探讨过，说四川的，因为杨贵妃自己是四川人，她喜欢吃荔枝是因为家乡盛产荔枝。还有从运输的一些条件、距离什么的来说，四川荔枝是最合理的。作者说他是在3个地方里面选了一个，我觉得就可能这个岭南它最难，写出来最好看。那我觉得这个也并不重要。还有书中的一些运输方法、保鲜方法，他说都有所参考，但是其实肯定不能是100%经得起推敲的嘛。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小说，它又不是纪实类文学。我觉得这个小说它主要表达的就是一个小人物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及他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经历，一古欲今。我觉得从这个点来说，这个小说就已经很好看了，足够好看了。没了，拜拜，天开心。